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写的游戏卖了3000万。半夜，正当我打算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女友时，邻居在物业群对我破口大骂，说我要是再往楼下扔用过的避孕套，就让我用舌头给他把玻璃舔干净。我懵了，我从未干过这种没素质的事，有没有可能是其他人？可我家住顶楼啊，而我在外地出差，家里只有女朋友一个人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1501，老子活了半辈子，没见过你这么恶心的人！用过的套3番5次往楼下扔，穷疯了，买不起垃圾桶，有本事别做啊！吐吐吐！我最初并不信。楼下是个事多的，早在装修时候就因为噪音闹过几次矛盾，更别提卫生间有一次漏水，冲上来指着我鼻子差点动手。平日里他家孩子可以半夜玩弹珠，我们正常走动都要被投诉扰民。你好，我知道您一直对我有意见，可我现在人在外面出差，家中只有女友一人，顶楼也不存在搞错其他人的现象。您要是再信口雌黄造谣，我不介意报警。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他妈是什么？说罢1501直接发了几张照片到群里。只见窗户外面的台阶上落了一只用过的套，上方白色的液体看出来是刚扔下来不久，还有一些随着风溅到了玻璃上，而旁边还有几个干涸的，证明这件事不是偶然。1503和1502也忍不住说话了，刚才孩子都被吵醒了，明天还上学呢，尴尬。等等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。聊天记录从1401的咒骂变成了满屏的绿色，一连串的大兵抽烟，还有人发各种戴绿帽的表情包，一股凉意从脚尖直窜到头顶。我跌坐在沙发上，我女朋友出轨了。平心而论，我对她够好了。我和周子轩是校园恋爱，在一起后，我便负责了她大学4年的开销。同居后，更是工资全交，加班不管多晚回去，不忘给她做宵夜。她爱拍照，我便自学了摄影。生活中做她坚韧的奴役和后盾，就连她割的包皮都是我掏钱割的。我们约好攒够100万就结婚，为了让她尽早脱离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我一有空闲就玩命的工作，几次熬夜晕倒送医院。幸好运气不错，我写的游戏卖了3000万的高价，合同一敲定，我就迫不及待回酒店，想着把好消息告诉她。结果呢？愤怒、震惊、绝望、寒心，直到嫣然尽了，我指尖一疼。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女友打了视频通话，打电话要死啊！我不是告诉你我睡了吗？可看她满面潮红的样子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。意识到我在盯着她，她不自然地拢了拢头发。我晚上吃多了，想着半夜运动补救一下，再跳操呢。打电话有事吗？楼下刚才又找我了。女友神色瞬间紧张起来。他们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嫌洗澡时间太晚，把他家小孩吵醒了。他松了口气，不耐烦起来。困死了，我要睡了。没事，别烦我。通话挂断，我的一颗心也沉到谷底。再打过去已经关机，看来是要执迷不悟到底了。妈的，老子倒要看看这个奸夫是谁。于是我点了个外卖，给骑手打电话道：兄弟，帮我看一下网恋女友漂不漂亮，打赏你200，谢了。小伙答应得很爽快，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然而外卖刚送达，对方就说：不行啊，兄弟，没看到他爸来拿的，
你给我发微信，我把钱退你。他爸，你确定？难道说他找了个老头？骑手犹豫了下，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他爸都秃顶了，他估计也不会好看到哪儿去，反正网恋分了得了，下一个更香。我没看错吧？绝对不可能，他爸眉心那么大一颗痣，长得像个矮冬瓜，除非我是瞎了，我傻了。眉心有痣，矮冬瓜，他身边除了那个人之外，还能有谁？是他吗？我发出去一张照片，骑手秒回：是啊，兄弟，你连他爸照片都有，还找我干什么？好一个找你干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他爸，是我的老板，他的顶头上司啊！操，没错，周子轩连工作都是我内推的，因为他靠自己根本找不到工作。入职后，我想过公布我们间的关系，可他说办公室恋情影响不好，结果就这，让你当总秘，当的是总经理秘书啊，不是总经理的小秘啊。田建业今年52了，就比他爸小2岁，一口黄牙，说话时堪比粪坑。好啊，老子在外给你俩卖命，你俩在家给我造命，气得我一脚踹翻了茶几。正好接到女友电话，张口就是喷：林胜，你故意恶心我不是？我都说了要减肥，你还给我点拿铁，让我胖成猪，你好去找小三是吧？以往他减肥时，我怕他饿着，总喜欢偷偷给他买好吃的，就算被骂，心里也是甜的。如今想来，我可真贱啊，订错位了。我本来想着一会儿加班喝的，我压着怒火在测试他。今天项目进展顺利，预计下季度会有一笔奖金。你不是想买 L 加那款包吗？果不其然，周子轩立刻换了一副嘴脸。那好吧，下不为例。他娇嗔道：讨厌死了，今天的运动又白费了。老公，我真的要睡了，你工作不要太辛苦哦，我会心疼的。心疼 NMGB 是怕我猝死了没人给你当 ATM 吧？下一秒，田建业又给我发来一个文件压缩包。老板，明天早上要交，今天辛苦你熬夜了。林胜，看好你，哈哈哈！我直接笑出声了。好啊，你们两个把我当狗耍着玩是吧？本来想着3000万到手就辞职，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，不整死你们，我就不姓林。渣男贱女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没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，刚落地机场就接到了人事发来的消息，公司全体要去郊外团建，让我顺带接上在附近出外勤的周子轩和田建业。狗男女，长得丑完的花，觉得在我眼皮底下偷情更刺激是吧？行，有种，看我怎么治你们！我特地去买了2瓶饮料，将我平常吃的安眠药捏成粉放里面，没什么，就是让他们安稳睡2个小时罢了。果然，一上车，两人就开始眉目传情。透过后视镜，我能看到田建业的咸猪手在女友的大腿上乱摸，女友一边小声道讨厌，一边害怕被我发现，眼神躲闪。死秃驴反而更有兴致了，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，训斥道：昨天让你做的文件，为什么今天没交？你知不知道差点害公司丢失个几百万的大单子？我说我昨天睡着了，你放屁，老子明明。老秃驴险些说漏嘴，周子轩在对他使眼色。田建业冷哼一声：林胜，别以为自己很牛，你学历低，也就我好心，愿意给你提供机会，别把公司的成绩当作你个人的成功。别忘了，离了我，你贷款的房车都要被银行收走。年轻人，学会看清自己的位置。泼老子，我可去你妈的！老子现在可是有3000万，怕你个掉毛！为了做戏，红灯时我还是将准备好的2瓶饮料
拧开递过去，陪笑道：“田总教训的是喝水消消气。”田建业哈哈大笑：“林胜，我就喜欢你这舔狗的样，跟个奴才一样。笑吧笑吧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”15分钟后，两人就睡了个东倒西歪。景区在山里，我开进了其中一条隐蔽的小道，停车，打开后车门。喂，醒醒！脚尖踢了踢老秃驴，他毫无反应。周子轩同样如此。于是我揪起老秃驴的衣领，就是一个左开弓，他脸上的肉颤得和猪头肉似的。我抬手又是一个右开弓，手心都麻了，人摔回座位，又在他身上好一阵拳打脚踢。说话啊，傻逼，不是很牛吗？可惜了，是个哑巴。我又找出女友的手机，用她的指纹解锁，聊天记录简直不堪入目。小妖精，昨天爽飞了，真应该让那个窝囊废听听你的浪叫。讨厌，人家今早都差点没起来，过几天就是我的排卵期了，到时候在他旁边做更刺激，最好生个儿子让他带。谁让你娶了个不下蛋的母鸡呢？我只能辛苦点喽。死肥婆沾着茅坑不拉屎，连个继承人都不会生，也就你心善。换别人早把他赶出家门了。我气得直接把手机摔了，在一旁的狗羊粪上滚了一圈，又塞回他手里。贱人，他怕是不知道，老秃驴其实是个软饭男，公司是他老婆的，要是被发现，猜猜谁会被扫地出门呢？到达酒店，渣男贱女正好醒了。我身上怎么这么疼啊？我的手机怎么碎了？我的手怎么这么臭啊？我解释，山上路途颠簸，可能是颠的。还有，你手心出汗了吧？还不是你车技不够好，废物！田建业瞪了我一眼。总之，两个蠢货没发现异常。贱人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呢？一会儿有你们两受的。我和女友的房间被安排在了隔壁，同事都不在。他进门就开始脱我的衬衫。一想到昨夜他们俩的肮脏事，我忍着恶心推开他。哎呀，放心，他们一时半会不会回来的，人家都想你了，想我的钱包了吧？他说着就要亲上来，我别过脸。对不起，宝贝，我昨天加班又赶飞机，实在太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好吧，他不情愿道，人家本来还买了你喜欢的比基尼呢。解开衬衫，露出里面豹纹的肩带，可真骚啊！给老秃驴准备的吧？那我一个人去找妙妙玩了。妙妙是他的饭搭子，女的。我答应了，他欢欢喜喜补了妆走了。门关上，我的脸冷下来。之前我的钱大部分都给周子轩花了，为了和他结婚，更是内裤破了个洞都舍不得换。如今有了3000万。我直接升级了单晚5位数的总统套房，什么帝王蟹、黑松露、鱼子酱，摆了满满一桌，还有姿色上等的小妹给我按脚。坐在豪华落地窗外，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美景，品着82年的拉菲。我打了个电话，1602，你懂得。10分钟后，1602门口出现了一黄一蓝两毛，其中一个敲了下门。你好，有客人反映楼上漏水，麻烦配合我们开门检查。门开了，黄毛一脚就将围着浴巾的老秃驴踹飞了出去。啊，你们是谁？老秃驴被踹懵了，对方关上门。我是你爸。千变万化。黄毛说着，在他头上来了一巴掌，扇掉了他的假发。老秃驴愣住了，刚想张嘴，蓝毛又一巴掌打掉了他的眼镜。介绍一下，我是你妈。杀人如麻。周子轩穿着比基尼浴室出来，看到这幕，就是一阵尖叫。啊！黄毛啧了声，扔过去个矿泉水瓶子，刚好打中他的假体鼻子，鼻血直冒。你是我儿啊！叽里呱啦，中了。
Yes， 他开心得像个孩子。你，老秃驴气得颤抖。保安，快叫保安！周子轩慌忙找手机，蓝毛上来就给了他一个耳光。你他妈的，背叛我兄弟还好意思喊人！周子轩绷不住哭了。我不认识你们，田总！一声爱的呼喊。老秃驴刚想站起身来，又被狠狠踹了膝盖，直直跪在地上。敢玩我兄弟老婆，活腻歪了是吧？老秃驴懵了，周子轩也懵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看来是不打不招啊！抓着老秃驴的脸就是几个大巴掌。周子轩想跑，被扯着头发拽回来，被逼着跪在黄毛面前，不说对不起就掌嘴。老秃驴想还手，蓝毛一脚踹在他裆部，秃驴脸色唰的一下白了，倒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。两个人继续拳打脚踢了10多分钟，老秃驴都快哭了。林胜好狠的心，枉我这么多年对他的栽培。来啊，有本事杀了我！黄毛闻言愣了。林胜？什么林胜？周子轩嘴肿成了香肠，说话也变成大舌头。林森不系你兄弟吗？他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这个贱男人，他一字在骗我！操！我兄弟叫张强，你难道不是他女朋友玲玲吗？他说着拿出一张照片，对着周子轩比了比，完了狠狠一拍大腿。误会，认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妹子，我有脸盲症。老秃驴瞳孔一缩，你说什么？黄毛挠了挠头，这不是1802吗？老秃驴有底气，腰杆也挺直了，这里是1602。哎呀，那就是我们走错了。你说，你们俩怎么不早说呢？误会一场，跟盘核桃似的。边说边摸老秃驴的光头，他一退3米远。周子轩赶忙躲到他身后，报警，一定要报警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蓝毛本来是笑着的，闻言眼睛一眯，你确定？他在威胁。老秃驴瞬间心虚，行啊，反正看你们俩的样子也不像是清白的。黄毛冷笑，一边打量着衣衫不整的两人。那个叫林胜的是你男朋友？还有你，身子半截都埋土里了，结果找这么年轻的女朋友？不对，是情人吧？床头柜上放了文件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还是办公室恋情。他猥琐地笑起来，凑近周子轩，你是他小蜜啊？啊！周子轩吓坏了，捂着胸口，你别过来。他跑到床边找手机，东西太多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着。黄毛丝毫不慌，报啊，刚好过程我都录下来了，咱们就放到网上，让你俩的另一半也了解一下情况呗，顺便让网友看看戏。反正不行，话还没说完就被老秃驴打断。周子轩傻了，视频？怎么还有视频？要是被传出去，他还怎么做人？他终于崩溃了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最终以2毛把视频删除为结局，达成和解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是现场直播，刚才的一幕我早就录制了下来。2毛刚出来，屋内就传来争吵声。周子轩，都怪你，我这辈子都完了。谁知道他们俩还有没有辈分？不行，就应该报警，把他们抓起来。他似乎在翻找手机，话音刚落，啪的一声，清脆的耳光。你居然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，贱人，敢报警，我杀了你！周子轩愣住了，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。黄毛兴冲冲往外跑，哥，都看到了吧？拍得不错，钱已经打到你账上了。好嘞，哥，下次有事再联系。谢谢哥。这2人不过是我找的群众演员，花个几百块钱就干成了大事。挂了电话，我正在思考这视频是放到公司官网好，还是上传到小网站，就接到了周子俊打来的电话。林胜，
你他妈傻逼吧？网费没了不知道交，老子正打副本呢，看名字就知道是周子轩他哥。说话啊，操，聋了还是哑巴了？还有呢？我问，什么玩意儿？他想了下，哦，还有电费，再给我充点卡，生活费也没了。对了，你上次带回来和我妹用的那个套不错，给我在网上买2盒呗。我约了个妹子过几天见面。对了，再给我发个红包，到时候总不能让人家付钱。他说的一副理所当然，就差让我到时候帮他推屁股了。女友家重男轻女，虽然周子俊是他哥，可他太废，自打毕业后便要求女友上交生活费，但大家都清楚这钱是给谁花了。为了不让他有压力，我主动承担了这部分。可周子俊越来越过分，好在我这些年收入一直稳步上涨，也没当回事。娶老婆嘛，总要付出的。林胜，你不会不想给吧？他威胁我。前几天还有媒婆要给我妹相亲，对方听说有3套房，怎么会呢？等着，多亏他提醒了我，要是只报复周子轩一人，岂不是太不公平了？我可是现代人，最讲究男女平等。这里距离周子轩老家不远，我先是去提了辆新车，100多万的奥迪8，巷子窄，我走着进门的。周子俊看见我就要骂：“你有病啊，还不到？哥，送你的。”我将手中的电脑递给他，超大屏最新款，要好几万，给我的。周子俊都乐傻了，赶忙迎我进门。哎呀，你来就来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刚坐下，女友她爸妈就从地里回来了，看见我，砰的一下把锄头摔地上。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来，早知道还不如让子轩和邻居儿子在一起，早坐上奥迪了。我笑，阿姨，门口那车是我的。你说啥？两人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还是他爸先回过神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点去给小盛沏茶拿水果，挂着一脸讨好的笑。小盛啊，你说你平常有空怎么也不过来看看？对了，你这个工作这么有前途，怎么就不能带带他哥呢？大家都是一家人啊。好家伙，在这等着我呢是吧？老早之前他们就说让我内推进周子俊进公司，还点名要和我一个部门。他妈的，老子是做游戏开发的，他大专都没毕业，干个屌！我不同意。周子轩就3番2次和我吵架，每一次都是拿钱才堵住他们的嘴，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么天真，打工能赚几个钱呀？这都是我做生意来的。我神秘一笑，靠近他们耳边，内容很简单，大意就是我发财了，要带带他们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周子俊看好了门面和车子，只等他过去签字，再请几个员工，每天躺着就能赚钱，自己当老板，不比给人打工香。周子俊一开始不信，直到我拉他进城，让他签了门店购买合同，以及又拉着他去4S 签了购车合同，摸着崭新的豪车，他激动得直接热泪盈眶。兄弟，你以后就是我亲兄弟。实际上，门店首付只要1成，车也是零首付，更别提开店后续的加盟费和贷款，够他喝一壶的。对了，抵押物是他们家的房和地，我可没骗他，我都提醒他看合同了，是他自己嫌麻烦，我完全是正当中介，为房地产业发展添砖加瓦。回家后，女友他妈破天荒做了一桌子的菜，他爸更是搂着我的肩膀打了个9嗝。你小子做了这么多，肯定是别有多求吧？我挠了挠头，我想求婚，那不得先征求你们的同意吗？对了，到时候麻烦把亲戚都叫上。子轩喜欢热闹，哈哈，那是当然。热闹吗？自然看的人越多越有意思喽。完了，我又拿出一张纸，
既然事业搞定了，那也不能忘了我大舅子的终身大事。这是我在相亲网给大舅子充值的 VIP 会员，喜欢什么款式随便挑，随便选。周子俊真哭了，兄弟，实际上里面都是歪瓜裂枣，什么杀猪盘、人妖、女装大佬、SM 多种款式，就看他有没有能力辨别喽。另一边，周子轩给我发了微信，说他被调去了紧急出差，也是都肿成猪头了，哪还有脸见人？乐子都不在，生活多无趣啊！添点料吧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则名为“细数和老板偷情的二三事”的帖子在公司论坛爆火，点开就是赤裸裸的聊天记录。小妖精，昨天爽飞了，真应该让那个窝囊废听听你的浪叫。讨厌，人家今早都差点没起来，过几天就是我的排卵期了，到时候在他旁边做更刺激，最好生个儿子让他带。谁让你娶了个不下蛋的母鸡呢？我只能辛苦点喽。死肥婆沾着茅坑不拉屎，连个继承人都不会生，也就你心善，换别人早把他赶出家门了。马赛克掉了头像，但依旧能看得出来是总经理田建业，整个公司都炸了。田建业给老娘死出来！身穿豹纹套装，脚踩高跟鞋，体重和体重都180的富婆一脚就把门干碎了。嚯，这不是老板娘吗？我数到3，1、2，田总他出差了。前台小姑娘颤声打断：出差？哈哈，放他妈的屁！富婆横眉一竖，还是说你在包庇？那和他偷情的人就是你对不对？不是我，那是你，还是你？是你对吧？你一看就长得像个狐狸精啊！老板娘无差别攻击，把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，都闹到快要报警了。没办法，老秃驴只能回来。老婆，你听我说。他颤巍巍上前，扑通一下就给富婆跪下了。卧槽！全公司的人都看呆了。好啊，你说。他撸起袖子，却根本没给他开口的机会。富婆一个左勾拳，一颗牙从他嘴里飞出来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。秃驴还没坐稳，又一个右勾拳，一条鼻血在空中形成了抛物线。我生不出继承人。秃驴捂着鼻子，在一个猛虎掏腹，秃驴直飞了出去。他倒在地上，挣扎了几下，直到一动不动。没抛弃我是你心善。说啊，你怎么不说了？我不愧是退役的拳击冠军，牛逼！摇晃着半死不活的老秃驴，眼看着就要出人命了。我知道该我上场了。误会啊！我先是亮明了身份，声称是技术部的，又说这几张其实是 P 图，还逐字逐句分析给他看，并调出发帖者的 IP 是国外，表明很有可能是对家公司从中作梗，以挑拨他们二人的夫妻关系入手，后进展到商业竞争。老秃驴也醒了，哭哭啼啼的点头：是啊，老婆，千万不要被有心人利用了，你可是我的初恋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爱。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把心掏出来给你看。说着就要去拿刀，现场乱作一团。总之，最后富婆半信半疑地离开了。如我所想，第二天女友就回来了。很明显，她失恋了，经常捧着手机得不到回复，把自己关在卫生间，没说几句就吵起来，再打过去无人接听。你会后悔的。气冲冲出来，正撞到我在做拖地，他一脚踹翻了我的拖地桶。整天除了家务就是家务。林胜，你这个没出息的废物，我真是后悔和你在一起。然后趴在卧室的床上嚎啕大哭。非常好，和我预想的发展一样。我非但没生气，还准备了他爱吃的水果，从身后抱住他。他挣扎得像头驴，被我死死压着，
关键时刻，我掏出了一款 L 家的包。对不起，宝宝，是我最近太忙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我向你赔罪。演啊，谁不会是的？哥眼里全都是深情，想到偷情被打又被凶，哪有我这个舔狗听话？周子轩看着我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老公，也许是觉得委屈有了出口，他扑进我怀里，哭了个昏天地暗。最后我们约定好，过几天休假就带他去旅游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舔狗也是会反击的。我资助周子俊的事还是被他知道了。出发前，女友对我好一阵殷勤，要不是看了她和她闺蜜发的信息，她的鬼话我差点就信了。周子轩，还好老秃驴对我冷淡了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这个窝囊废私底下这么有钱。算了，谁年轻的时候没做错事呢？我可去你妈的！错是说这个锅他不背。开车途中，我让闺蜜把关于真假包鉴定的链接发给她，果然女友瞬间就变了脸色啊！她质问我：林胜，你给我买的包是不是假的？我装作一脸心虚，还嘴硬：网上那些鉴定都是假的，你别看。你干什么？周子轩来抢我的手机，我急忙转动方向盘，在路旁停了车。他在我的 PDD 里看到了订单388，2的驴家新款包包。女友瞬间就炸了，大骂我没钱还爱装逼，让他丢脸。气急了还用包砸我，锋利的五金在我头上磕出一个血口子，我忍无可忍，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啪！在静谧的车厢里分外明显。你敢打我？他不可置信地问道，情绪激动道：操你妈林胜，你敢打我！我抬手又是一巴掌，一左一右，正好对称了。第一个一巴掌是自我防卫，刚才那一巴掌是你骂我妈。我警告他，没有人可以骂我妈，懂吗？周子轩被打懵了，他一撇嘴，刚想哭，被我低喝一声：滚下去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滚下去。他不动，我解开他的安全带，就将他推了下去。这里是省道，四周连个偏僻的村落都没有。我刚掉头，就下起了冰雹。再见面是几个小时后，在派出所里，周子轩浑身被雨水湿透，浑身都是伤口。听说他为了躲雨跑进了山上的庙里，又被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狗追，跑出来摔了好几跤。好不容易碰到个好心人，却是个猥琐男，差点把他拉到小树林里猥亵。要不是被当地的护林员发现，就惨了。他父母也来了，周子轩急忙躲在他爸身后，对我发火：都是他，是林胜害惨了我，我要告他故意杀人。我只是眯了眯眼，他爸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：闭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德行。尤其是我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吵架的事，再结合我头上的伤痕，不管周子轩怎么说，他爸都不站在他这边。不仅如此，周子俊还大骂他是个拜金女。他妈表示，如果他不和我道歉，就不认他这个女儿。周子轩哭到嗓子都哑了，为了回家，只好向我认错，当然是原谅他了。不然怎么进行下一步呢？有了这两件事，周子轩醒悟了，和闺蜜聊天。周子轩，我算是看透了，男人没有一个靠谱的，关键时候还是靠自己。呵呵，闺蜜，所以啊，趁着你和田建业还没断，赶快和他要股份，以后躺着赚钱。周子轩，天真，股份哪有那么好的？闺蜜，所以你要帮他啊！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嘴又伶俐，有什么生意是你拿不下的？女友心动了。同时，在我的介绍之下，秃驴和非洲一家公司达成了初步合作。对方老板有个爱好，就是喜欢玩三人行，尤其是和亚洲人。老秃驴自然是想到了周子轩，
两人一拍即合，饭桌上喝了一晚，又转战去了酒店。对此，女友喝得烂醉，毫不知情。半个月后，他递给我一个验孕棒，说怀孕了。卧槽，黑哥牛逼啊！但是接盘也不是这么接的吧？我们最近好像都没那个啊。女友心虚，哎呀，就是那天你喝多了，你不会不想负责吧？不过计划还是要继续进行的。于是我笑着凑上去，抱住他。怎么会呢，宝？我就是太高兴了，高兴傻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女友说着要给他家人打电话，对方来得很快。既然有了，那就结婚。他爸一拍桌子，我拒绝，我目前还没有结婚的打算，而且我不打算付彩礼。你说什么？他妈上来就要撕我，我赶忙躲开。且慢，我解释，不结婚是因为前年我爷爷去世，按照习俗来说要守孝3年，但为了让女友家放心，我决定将我老家的房子送给他们。虽然现在还不值钱，但以后要拆迁，听说值这个数。我亮出7个手指头，多少？他爸眼睛都直了。可转念一想，这样什么时候才能？快了吧？说了好几年了。我叹气。不过叔叔要是着急，我也可以掏彩礼，只不过7位数和几十万，傻子都知道选哪个吧？果然，周子俊先拍板了。哎呀爸，咱都是一家人了，还见外什么？我相信妹夫的为人，而且我刚才都查了新闻，这是真的。我表示不会让女友委屈太久，孩子出生后立马满月和婚礼一起办，众人欣喜不已。饭桌上我也笑了，不这么说，怎么哄得他把小黑孩生下来呢？等着吧，孩子出生之时，就是你们灭亡之日。女友开心地和老秃驴发微信，儿子和你一样讨厌，天天在我肚子里闹腾，吃不好睡不好，生了以后你可得好好补偿我。还是你聪明，那个窝囊废居然都没怀疑。放心，以后我的财产都是儿子的。我笑了，真自信啊，老秃驴。女友怀孕第2个月，我就因公出差到了国外，准确点是度假。老秃驴布置给我的任务早被我外包了出去，躺在斯里兰卡的沙滩上，搂着金发碧眼的美女，喝着香槟，何止一个美滋滋。周子俊时不时给我打电话要钱，都被我借口收购村里的地堵了回去。开店需要装修和买设备，周子俊没钱，就只能去网贷。他还谈了个女朋友，不，准确来说是女装大佬，每次出去都是他付钱，各种奢侈品、高档酒店，债务越堆越多。妹夫，我快还不上了，反正房子卖了也是我的，你就先给我拿点呗。电话里他焦急得不行，我手里的钱都用来买房子了。这样吧，我把手里一套房子卖了，给你还债，大不了到时候少分几百万，几十万网贷和几百万，孰轻孰重？他当然懂。周子俊只能算了，实际上都是我骗他的。周子轩预产期那天，我声称要求婚，提前就联系好了他的亲朋好友，在医院等候。一下飞机，我就一路开着直播往医院赶，标题写着让网友见证我的幸福时刻，还买了热门。看着直播间内不停增加的人数，我兴奋的灵魂都在颤抖。我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小盛，这里。到了医院，我望着产房的门，泪水盈眶。漫长的等待后，门终于开了，周子轩被推了出来。对了，我还专门找了个助理，在医院全程第3视角帮我直播，绝不允许出岔子。镜头里，我单手捧着鲜花，向周子轩单膝跪地。轩轩，辛苦了，嫁给我吧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亲戚们一边起哄，一边在向空中撒彩带。
周子轩不说话，他的身体在颤抖。我尴尬一笑，轩轩肯定是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先看看宝宝。我特意招呼了下镜头，让大家看看我的小宝贝。就连他爸都在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看看孩子，哈哈，我的外孙肯定好看。是啊，一定随我堂姐。”七嘴八舌，好不热闹。我颤抖着手掀开薄薄的包被，露出来的居然是一个黑皮小脸啊！我尖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是什么？弹幕炸了！卧槽！我看见了什么？黑人小孩！完了，博主的女朋友出轨了！天啊，吃瓜第一线！呜呜，爱是一道绿光，如此美妙。原本的几千人，在短短时间暴涨到了2万多人，我直接哭了，激动的现场直播。我看他还怎么洗，可在外人看来，我不过是一个被戴了绿帽的可怜男人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才缓缓站起来，问：为什么？床上的周子轩虚弱地开口：林胜，你听我解释。很显然，连他也没想到自己会生出一个小黑人。别说了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手里的花被我砸了个稀巴烂，我崩溃了。我那么爱你，你居然出轨，对方还是个黑人，我直接哭晕了过去。我装的，在醒来的时候，这件事已经上了微博热搜。我求婚到哭晕的视频在网上被反复点击播放，一时间女友家成了全网和亲戚间的笑柄，在亲戚间丢尽了脸面，就连住院都要承受同病房人的指指点点。同时，一段捉奸视频被好心人上传到了网络上，视频里穿着豹纹比基尼的女生和秃头的男老板，不正是此次绿光事件的主人公？我刚冲进病房想要质问，就险些被一阵风吹倒，是泰拳富婆冲进病房，扯着女友的头发就把她从床上拽了下来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啊！女友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被他一拳打在下巴上，门牙都摇晃了。还穿比基尼，我送你个永久的比基尼！左一拳，右一拳，打在他2个胸上。女友扑地吐出一口血，笑我是死肥婆。好啊，就让你看看死肥婆的厉害！将人扔在地上，富婆一屁股坐了上去，女友当场晕迷。我去，这也太残忍了，我好怕，当场报了警，女友才捡回来一条命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可因为她产后太虚弱，还是进了监护室。我一转身，女友她爸朝我跪了下来。林胜，是轩轩对不住你，可是看在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原谅他？是啊，他妈也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。轩轩糊涂，可我们知道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他。小胜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他离开你会死的啊！是除了我找不到大冤种了吧？是他离不开我，还是你们离不开我的钱啊？我冷笑道。他爸一脸被戳中的心虚，他妈面色也凝固了，没有继续和他们废话的必要。我转身想走，被他爸抓住了手，一副乞求的口气：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你免费把那个赔钱货带走吧，求你了啊！林胜，他这样一个废物，还带着一个黑皮小孩，是想害死他们啊？就是，他妈点头。虽然孩子不是你的，但老婆是你的啊！以后想生几个生几个，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我们绝对不会多嘴的。我什么玩意儿？在骚扰我？我可要报警了啊！话音刚落，他爸站了起来，眼神发狠。林胜，你给我等着！他在给周子俊打了电话，不小心按了免提，接起来的却是医护人员。你好，是周子俊的家属吗？这里是中心医院急诊科，周子俊现在大出血，正在抢救。中心医院不就是这吗？急诊就在楼下。女友爸妈
当下就傻了，机械一般下了楼，问了才知道，周子俊患了 HIV， 大出血是由于同房时候造成的黏膜破损，一般人是没问题的，可因为 HIV 患者血小板过低，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而陪他来的人是一个身穿女装、戴假发的男人，先提前说好，和我没关系，我和他约了，还没做呢。但我知道他是个零，特别喜欢女装衣，嘻嘻。女友他爸气疯了，你放屁！他抬手想去打他，对方灵活躲闪开，他爸的手却僵在半空中，下一秒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救命啊！老头子，你别吓我啊！他爸被气出了心梗，好在抢救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周子俊经过抢救，也脱离了危险，但后续的治疗费依旧是一大难题。一夜之间，女友他妈就像老了10岁。听说富婆和老秃驴离婚了，老秃驴净身出户，离婚的时候坐着轮椅，一只胳膊打着石膏，牙也不全了。而我递交了辞呈，入职了新公司，从原本的职员直接变成了总制作人，掌握生杀大权。而我面试的第一个人，居然就是重新找工作的老秃驴。你怎么会？麻烦叫我林总。老秃驴咬了咬牙，还是道：林总。他甚至跪下来抱着我的腿，求求你了，林总，录用我吧，我真的需要一份工作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。看在我们以前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神色一冷。他自知说错话，就扇自己嘴巴子，是我嘴贱，是我嘴贱。林总，求求你。也是，他这个年纪去当保安都不一定有人要。我也想过将他带到身边，报复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屈辱，可养虎为患的道理我懂。不好意思，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用人要求，请回吧。比起羞辱，实事求是，礼貌拒绝才是一个领导者该有的气度。我不用以言语来逞一时嘴快，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已经赢了，这才是格局。我正式向周子轩提出了分手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怀里抱着小黑孩，可能是愧疚，到底是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流着泪。周子俊的网贷爆雷了，债主找了上来，房子和店面也到了该还贷款的时候。可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是说把房子送他们，又没有过户，谁让他们要相信我画的大饼呢？车子落地就贬值，房子现在行情也不好，一时半会卖不出去，花钱如流水，只能被法拍收回。房子和地被抵押了，不能买卖，只能去借钱。亲戚们嫌他们丢脸，一分没借到，没办法，为了还债，周子轩年过60的老妈白天流水线，晚上饭店洗碗。周子轩出了月子就去了酒吧陪酒。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是1年后，我和前公司的同事聚餐，大家说起他，话匣子关不住。他杀人了，是他亲哥哥，因为他亲哥哥一直逼他出去卖，听说是为了还债，因为出去卖钱多。说到底都是重男轻女的错啊！明明犯错的是他哥，家里却一直要他兜底，凭什么？还有他妈现在也很惨，白天照顾他那瘫痪的老爹，晚上还要打工，听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我一怔，问：那他坐牢了没有？离谱吧！听说他为了逃避坐牢，在网上约了个人怀孕了，现在都快生了，还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。2年后，我路过一家夜市时，看见路边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乞讨，她怀里抱着一个，手里还牵着一个，2个小孩，一个黑皮肤，一个黄皮肤。求求好心人，行行好吧，给孩子口饭吃。孩子3天没吃饱饭了。他抬起头，朝我的方向看过来，那张脸乌漆嘛黑的，
头发也乱成了鸡窝，但我还是依稀看见了周子轩的影子。林胜，他朝我爬过来，我命令司机关上车窗，车子驶出去。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他在追车。林胜，你别走！林胜，你回头看看我！林胜，我真的后悔了啊，我好后悔。怀着孕行动不便，他扑通一下摔倒，再也爬不起来，跪在地上痛哭失声。我身边的妻子好奇靠过来，在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没什么。我收回目光，亲了亲他隆起的小腹，笑道：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路人罢了。是啊，无足轻重，再多的仇恨已经随着时间逝去。如今的我很幸福，以后也会一直幸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